道林·格雷的画像。奥斯卡·王尔德。第6章。那天下午，霍尔沃德来到布里斯托酒店的小房间，劳德·亨利在那里等他，准备3个人一起吃饭。劳德·亨利说：“我想你已经知道消息了吧，巴兹尔。”艺术家把帽子和外套给服务员，服务员弯腰接过。艺术家回答说：“不知道，哈利，是什么事？希望不是政治。我对政治不感兴趣。我认为下议院没有一个值得画，虽然他们很多人需要改变。”劳德·亨利看着他，说：“道林·格雷订婚了。”霍尔沃德听了，皱了皱眉头。他惊讶地说：“道林订婚了？不可能。”“是真的。”“和谁？”“和一个小演员什么的。”“我不相信，道林太敏感了。”“亲爱的巴兹尔，道林太聪明了，所以有时候会做一些疯狂的事情。结婚不是可以随便做的事情，哈利。”劳德·亨利懒洋洋地回答：“除非在美国。但我没说他结婚了，我说他订婚了，这是很大的区别。我记得我结婚了，但不记得我订婚过。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订婚过。想想道林的家，他的地位和钱，如果他和比他差很多的人结婚，那就太奇怪了。如果你想让他不和那个年轻女人结婚，就告诉他这些，巴兹尔，他肯定会听你的。一个人做傻事，往往是因为最好的理由。我希望她是个好女孩，哈利，我不希望看到道林和一个会让他变坏的人在一起。”劳德·亨利喝着一杯酒，轻轻地说：“哦，她比好更好，她很漂亮。道林说她很漂亮，而且她很少看错。你的话让她更会欣赏别人的外貌，这很好。如果那个年轻人没有忘记约会，我们今晚就能见到他。”“你是认真的吗？”“非常认真，巴兹尔。如果我现在不是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认真，我就太可悲了。”画家走来走去，咬着嘴唇，问道：“你同意吗，哈利？”“这不可能，这太荒唐了。我从来不赞成或反对任何事情，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生活态度。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不是为了说我们的想法。我从不听没意思的人说的话，也从不管可爱的人做的事情。如果一个人让我喜欢，他做的任何事情都让我觉得很棒。”道林·格雷爱上了一个演戏的美丽女孩，并向她求婚。为什么不呢？即使他娶了她，也会很有趣。你知道我不喜欢结婚。结婚的缺点是它会让人变得无私，而无私的人没有意思，他们没有个性。不过，有些人的性格会因为结婚变得更复杂。他们保持自我，同时增加了很多其他的自我。他们被迫过很多生活。他们组织得更好，而且我认为组织得更好是人生的目标。而且，所有的经历都有它的价值。不管人们怎么说婚姻，它肯定是一种经历。我希望道林·格雷娶那个女孩，热情地爱她6个月，然后突然喜欢上另一个人，那将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对象。哈利，你说的都不是真话，你知道的。如果道林·格雷的生活不好，没有人会比你更难过。你比你表现出来的要好得多。劳德·亨利笑了。我们喜欢认为别人是好的，是因为我们害怕自己。乐观是因为害怕。我们认为自己很慷慨，是因为我们认为我们的邻居有那些可以让我们得到好处的美德。我们赞扬银行家，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账户可以多用一些钱。我们在强盗身上发现好的品质，是因为我们希望他们尊重我们的钱包。我说的一切都是我心里想的。我非常不喜欢乐观主义。
至于生活不好，如果没有停止成长，就没有生活会被毁掉。如果你想毁掉一个人的性格，那就去改变他。至于婚姻，当然是很傻的。但是，男人和女人之间有其他更有意思的联系，而且，我当然会鼓励他们。他们很流行，但是道林来了，他会告诉你更多。年轻人脱下外套，握着朋友的手，说：“亲爱的哈里，亲爱的巴兹尔，你们要祝贺我。我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。当然，这很突然。所有真正美好的事情都是突然发生的。但是，我觉得这就是我一生都在寻找的东西。”高兴让他脸红了，他看起来非常英俊。霍尔沃德说：“我希望你永远这么幸福，道林，但我不能原谅你没有告诉我你订婚的消息。你告诉了哈里。”劳德·亨利把手放在年轻人的肩膀上，笑着说：“我不原谅你迟到了。来吧，坐下来，看看新厨师做的菜怎么样，然后你告诉我们事情是怎么发生的。”道林一边坐到桌子旁，一边说：“其实没什么好说的，事情就是这样。昨天下午离开你之后，哈里，我穿好衣服，在一家小饭店吃了一些东西。8点钟我去了剧院，西比尔扮演罗莎琳达。当然，舞台很糟糕，奥兰多也很奇怪。但是西比尔，你们应该看看他，当他穿着男装出现在舞台上时，他真是太棒了。他穿着一件绿色的衣服，袖子是肉桂色的，棕色的裤子，绿色的帽子上插着一根羽毛，用一颗钻石固定着，还有一件红色的外套。我从来没有觉得她这么漂亮。她有你在你的工作室里的那个小雕像的美丽。巴兹尔，她的头发像黑色的叶子一样围绕着她苍白的脸。至于她的表演，好吧，你们今晚会看到的。她简直是个天生的艺术家。我坐在黑暗的房间里，完全被迷住了。我忘记了我在伦敦，在19世纪。我和我的爱人在一个没有人知道的森林里。演出结束后，我去后台和他说话。当我们坐在一起时，他的眼睛里突然出现了一种我以前从未见过的光芒。我的嘴唇向他靠近，我们亲吻了。我无法形容那一刻我的感受。我觉得我的一生都变成了一个完美的幸福点。他浑身颤抖，像一朵白色的花。然后他跪下来，亲吻我的手。我知道我不应该告诉你们这些，但我忍不住。当然，我们的订婚是秘密。他甚至没有告诉他的母亲。我不知道我的家人会怎么说，肯定会很生气。我不在乎。1年后我就长大了。到那时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。我做的对吗，巴兹尔？在诗歌中选择我的爱人，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找到我的妻子。霍尔沃德慢慢地说：“是的，道林，我想你做得对。”劳德·亨利问道：“你今天见过他吗？”道林·格雷摇了摇头。“我把他留在森林里，我会在花园里找到他。”劳德·亨利喝了一口酒。“道林，你在哪个时候提到了结婚这个词？”他怎么回答的？也许你忘记了。亲爱的哈里，我没有把这件事当作交易，我没有正式求婚。我告诉他我爱他，他说他不配做我的妻子，不配做我的妻子。怎么会？整个世界和他相比，什么都不是。劳德·亨利轻轻地说：“女人们真是太实际了，比我们实际得多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男人们常常忘记说关于结婚的事情，而他们总是提醒我们。”霍尔沃德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胳膊上。“别说了，哈利，你让道林不高兴了。他和别人不一样，他永远不会是别人不幸的原因。他的性格太敏感了。”劳德·亨利看着桌子的另一边。
他回答说，道林永远不会因为我而不高兴。我问他这个问题，是因为最好的理由，事实上，是唯一可以为别人的问题辩解的理由。好奇心，我认为总是女人向我们求婚，而不是我们向女人求婚。当然，除了普通人的生活，但是普通人是不现代的。道林格雷笑了笑，摇了摇头。你真是没救了，哈里，但我不在乎，不可能对你生气。当你见到西比尔范恩时，你就会明白，伤害他的人是一只野兽，一只没有心的野兽。我不明白一个人怎么会伤害他所爱的东西。我爱西比尔范恩，我想把他放在一个金色的地方，看着世界喜欢属于我的女人。什么是婚姻？一个不能改变的约定。这就是你嘲笑他的原因啊！别再嘲笑了，这是一个我愿意发的不能改变的约定。他的信任使我忠诚，他的相信使我变得善良。当我和他在一起时，我后悔你教给我的一切，我变成了一个你认识的不同的人。我已经改变了。西比尔范恩的手使我忘记了你和你所有错误的、迷人的、有毒的和令人愉快的理论。劳德·亨利一边给自己倒沙拉，一边问道：“那是什么？”哦，你关于生活的理论，你关于爱的理论，你关于快乐的理论。事实上，你所有的理论，哈利。他用他柔和的声音回答说：“快乐是唯一值得说的东西，但我恐怕不能把这个理论据为己有。它属于自然，不属于我。快乐是自然的证明，是它的信号。当我们快乐时，我们总是好的；但是当我们好的时候，我们并不总是快乐的。”巴兹尔·霍尔沃德惊呼道：“啊！但是你认为什么是好？”道林也加入了，他靠在椅子上，看着劳德·亨利，问道：“哈利，你认为什么是好？”他用手指摸着酒杯，回答说：“好，就是和自己一样；不好，就是强迫自己和别人一样。自己的生活，这才是重要的。至于别人的生活，如果一个人想成为一个老师，他总是可以说他对别人的看法，但这与我们无关。而且，没有比个人主义更高的目标。现代道德是接受时代的规范。我认为，对于任何有文化的人来说，接受时代的规范都是一种最坏的行为。”画家建议说：“但是，哈利，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而活，他最后会付出代价。”是的，今天你为一切都付出了过高的代价。我认为，穷人的真正悲剧是他们只能做自我牺牲。美丽的罪恶，就像美丽的事物一样，是富人的特权。还有其他的付出方式，不仅仅是钱。还有什么方式，巴兹尔？哦，我想是后悔，是痛苦，是……好吧，是不好的感觉。劳德·亨利耸了耸肩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中世纪的艺术很美妙，但是中世纪的感觉已经过时了。当然，它们可以用来写小说，但是唯一可以用来写小说的东西是人们不再使用的东西。相信我，没有一个文明人会后悔快乐，而且没有一个不文明的人会品尝到快乐。道林格雷惊呼道：“我知道什么是快乐，是喜欢某人。”他一边玩着一些水果，一边回答说：“当然，这比被喜欢要好。被喜欢是一件麻烦事。女人们像人类对待他们的神一样对待我们。他们喜欢我们，而且总是打扰我们，让我们为他们做些什么。”年轻人严肃地说：“我认为，无论他们要求什么，我们之前都给过他们。他们在我们的内心创造了爱，他们有权要求还回来。”霍尔沃德惊呼道：“完全正确。”
劳德·亨利说，从来没有什么是完全正确的。道林打断说，这是对的，你必须承认，哈里，女人给了男人他们生命的黄金。他叹了口气说，可能是吧，但是他们总是想用钱拿回来，这就是可悲之处。正如一位法国人曾经说过的，女人激发了我们创作杰作的愿望，然后又阻止我们完成它们。哈里，你太可怕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么爱你。他回答说，你永远会爱我的，道林。朋友们，要喝咖啡吗？服务员，上咖啡、酒和烟。不，把烟放下，我已经有了。巴兹尔，我不能让你抽雪茄，你必须抽烟。烟是完美快乐的完美粒子，它很精致，而且让人感到不满足。你还能要求什么呢？是的，道林，你永远会爱我的。我代表了你所有没有勇气犯下的罪。年轻人点燃了服务员放在桌上的烟，惊呼道：“哈利，你说的都是废话，我们去剧院吧。当西比尔出现在舞台上时，你就会对生活有一个新的想法，他会为你代表一些你从未了解的东西。”劳德·亨利眼睛里带着疲惫的表情说：“我已经了解了一切，但是我总是准备好迎接新的刺激。然而，我恐怕对我来说不存在任何新的刺激。尽管如此，你的年轻女子可能会感动我。我喜欢剧院，它比生活真实得多。我们走吧，道林，你和我一起走。对不起，巴兹尔，但是车里只有2个座位，你必须坐车跟着我们。他们站起来，穿上外套，站着喝咖啡。画家沉默不语，感到担心。他很伤心，他不喜欢这场婚姻，但是他觉得这比可能发生的其他事情要好。几分钟后，他们下楼了。他独自一人上了车，就像安排好的那样。看着前面的车的灯光，一种奇怪的感觉侵袭了他。他觉得到林格雷永远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对他了。生活已经改变了他们。他的眼睛变得模糊，拥挤的街道在他眼前变得模糊。当车到达剧院时，他觉得自己已经老了好几年。